Hello， 这是校园战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捞钟建模课程。我们这次建模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建模方式啊。我们前面用的这个立方体啊做桌子，我们还用这些线条来挤出来做我们的小零食。那么此次建模方式叫平滑细分建模。那么这个建模呢，也是能制造出很多复杂结构的建模方式，也是建模里面变化最多，然后也是令很多人头疼的一个建模方式。因为这个建模方式有点像在学数学。我们在巧克力大节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平滑细分啊，大家有个初步的认知。假设我现在有一个人物，可以看到它这个线条是非常少的，面也比较少。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加一个平滑细分的标签，把它丢下去，瞬间的话，我们的这个人物就变得很平滑了。我们关闭一下，大家看一下。那么这就是平滑细分的最简单的一个认知了。从视觉上，它把你的这个线呢进行了这样子的细分。那么这个平滑细分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原理呢？给大家看一下。好，我这里有个折角面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平滑细分的原理。我们首先按住中键，再按住中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折角啊，这个折角。我们给这个折角加一个平滑细分，把平滑细分先改为0。然后把这个折角丢到平滑细分的子集，首先没有任何作用啊，当然因为我们改为0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平滑细分稍微改为1，看一下，翻这个折角呢，它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弯折了，就被细分了一次。它改为2，细分第2次，它变得更加的像圆弧了。当你改为3的时候，越来越接近弧线。你改为4的话，就感觉很像弧线了啊。当你数值越高，它就会越来越像弧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啊，它变成这样子了。我们可以3维的方式再看一下，0、1、2、3，视觉上直观的感受到的就是它把这个线呢进行细分了，它会在这里算出一个中线，然后这样子劈分它，是吧？比如说改1的时候，换出中线劈分它。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它为什么这里会弯折呢？这个地方会弯折呢？接下来我们到 PPT 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弯折的原理。我们在计算机图形学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们把它假想成是一个2维的情况啊，那么现在我们改为0的时候就是个普通的折角。那么比如说它平滑细分为1的时候，它那点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这个点是要偏移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人为给它的一个规则。那么这规则是这样子的：首先细分为1的时候，它会求出这些线的终点。好，这个新的终点呢，我们把它改为黄色。然后呢，他们会在新建的相邻的终点之间进行连线，记住是相邻的。咱们这只有2个点，所以就直接把这2个线给连起来了。这个点给这个曲线做垂线，这是条垂线。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交点与这个点中间的这个终点，那么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就是这个点要位移的位置。其实这个点就会位移到我们终点地方来。接下来我把这个地方给大家简化一下，它位移到这里来了，是吧？位移到这里，然后这个点没有了，然后再把这些新的点再连接起来就好了，就是我们新的这个细分为1的形状了。我们把新的这个连接起来，这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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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这删了。可以看到，我们就从细分为0变成了细分为1，看到刚才跟这个是一样的效果。我们再对比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效果了？分为0、1，效果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计算机图形学算这个点到底要偏移多少的这个原理，就是这么算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比，比如说0变成1的时候，它这么算一下，求出这个点要位移到这里来，然后2的时候，然后再分别按重复刚才的算法，在这2个点中间找个终点，这2个点之间找个终点，是吧？一个的找，然后同样的办法算出来它的新点又偏移，然后这么算，最终就能算出，它是一个弧线的感觉。好，这是平滑细分的这个计算机图形学的原理。好，那这时候又有人发问了，那我假设我不想让我的折线细分成这样子，我想只在某个区域进行这样子的做成弧线，我不想让它整体全都变成弧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反推我们的原理了。我们找到这张图，那么我们知道平滑细分呢是这2个点中间去算终点，是吧？然后这样子他就知道把这个点平移到这里来了。那假设呢？假设我们在做之前，我们首先
需要进行这样子变成曲线的位置卡点。比如说，我先在这里卡一个点，先在这里卡一个点，然后我再去做平滑细分。那么按照平滑细分的原则，是吧？首先这个线段中间要去求一个新的点，然后呢，这个也是求个新的点，在这儿，求点都求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平滑细分的原理，连线的方式是在新求出来的邻近的点之间连线，也就是说，邻近的点是指这两个点，连条线，然后呢，邻近的点，邻近的新求出来的，那是这两个点是邻近的，不是这个，是吧？是这两个，那么把这两个也连条线，啊，然后呢，还有这两个点也是邻近的。邻近的线求完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的是它们中间的这一个点与这个线做垂线，是吧？那么这个点与这个线做垂线，岂不就是还是这个点，对吧？所以它就没有移动。这个点与这个线做垂线，它还是这个点，没有移动。那么这个点呢做垂线，那它就移动了，垂到这个上面去了啊。所以然后呢，我们再求从它们的交点到这个点之间的距离，那么它就被移动到了这个的终点这个地方啊。而其他的旁边的这两个点呢，因为垂线的交点也是它这个点本身，所以它没有进行任何位移。所以卡点作用大家应该明白了，从这个原理上解释，就是说它防止这上面的这两边线啊进行这个曲面化。所以最终呢，我们再把新的线连起来，这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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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子连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那么这个卡点的工作呢，就很好的把我们的上面这两条线的区域给限制住了。所以我们利用卡点的办法，能自己做出我们想要的位置的这个曲线。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建模课程。相信刚才的平滑细分原理呢，大家领教到了计算机图形学的威力，都是用数学算出来的，是吧？然后可能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迷惑，是吧？讲的比较像讲数学题一样的。大家其实只要理解一点就好了，就是说卡角，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这个平滑的区域稍微短一点，稍微长一点，你知道去卡角。那么我们这里开始直接建模我们的闹钟，当然一节课肯定讲不完的，我给大家进行一下区分，把这个闹钟拆分一下。我们首先会建模这个闹钟的大型啊，做什么东西都是先建个大型，是吧？那么它就是像一个大屁股的这个大型啊，我们这是这节课要做的啊。然后呢，下节课呢，我们就要去做这些它的小部件，这些东西，还有这样子，还有小脚，还有它的这个指针。那么红色的呢，就是我们这节课做的；黄色的呢，就是下节课做的。我们把这个区分开来。好，那么就新建一个工程啊。新建之前呢，还是文件另存为，可以看我们已经做到桌子和小零食了。那我们这里就又新建一份，叫闹钟，好，保存在里面。闹钟建模01，好。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平滑细分建模喽。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大型，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做闹钟这一个圆屁股呢？好，我们首先新建按住不动，我们用这个 disk 盘工具，它是个盘，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盘用旋转成90度，我们打开线框模式。平滑细分的建模思路跟之前的硬面建模不太一样，我们首先一开始不能建一个圆形，我们得建一个八边形，因为八边形通过平滑细分它会变成圆形，所以我们要还原成平滑细分之前的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它的难度所在了。那么我们这边就细分点 object 在 rotation segments 细分8次，它变成一个八角面。平滑细分建模有种美学在里面，这个美学就是说你如何用最极简的布线来做出你想要的这个平滑细分的效果出来。我们首先把这个内部稍微细分一下，我们细分5次，1、2、3、4、5，好，我们就做出一个蜘蛛网结构了。那么做蜘蛛网结构干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蜘蛛网拉成一个弧形。这该怎么拉呢？我首先把它 C 掉，点一下，然后我们选择点模式，我们选中中间这个点。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视图改成第2个，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到它的颜色。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选择工具，在选择工具里面呢，有一个叫
soft selection， 中文翻译叫软选择，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选择是硬选择啊，就是说我们选择这个点，那么它就是这一个点，我们拉扯的话就是这一个点周围的面在移动。如果我们使用软选择，点开 enable， 发现它会有这种渐变的东西出来，它渐变的告诉大家，你选择这个点以后，如果你进行拉扯移动，那么在这个颜色范围内的其他的点也会跟着一起动。那么颜色越深，它的移动就会越强。我们直接拉一下，是不是就它这个点就会跟着一起拉出来了？那么是这个软选择。那么在软选择里面还有很多形式。首先，它的这个 fall off 就这个衰减，它现在衰减方式是线性衰减，就是说它每一个区域的衰减的数值啊是按线性衰减下去了。那么它有其他的衰减方式，比如说 dome 点一下，dome 的衰减方式很有意思，你拉一下，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圆弧，就不是线性这样子，像一个三角哦。它还有更多的模式，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比如说 bear 啊，像钟一样的，还有 circle 像圆形一样的哦。那我们这里用什么模式呢？我们这里可以用 circle， 用圆形的模式，我们把它拉一下，这样的话它的屁股才比较圆，是吧？假设你后期的话你想改都是可以的，你点一下，然后再点这个点，你又可以拉的啊，这个是可以自如操作的。我们先拉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软选择点击一下选择工具，把软选择关闭，我们不需要软选择了。接着我们就要操作它的这些面，我们选择线模式，我们双击就选中这块面。我们干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闹钟呢，它是这里是封口的它不是空心的。右击选择挤出工具，然后在空白处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挤出，它就挤出一个这样子的接缝的感觉。当然，当你觉得挤出的这个数值不满意还是可以修改的比如说你可以撤回，再重新挤出好，差不多挤出这么多比如说挤出这个-10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按住 Ctrl 键，然后拖动我们的这一个坐标轴往里面拖，按住鼠标左键不拖，这样的话它会形成有厚度的这样子的结构。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面给填好。我们这里时候，我们再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因为我们还是用的这个挤压工具，按住不动，然后往里面走松开，拖出一个这样的结构。当然，当你拖的时候按鼠标左键，你可以左右移一下，你就知道我是往哪边拖了。我们现在是往内部拖我现在鼠标是往右边移，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到这个样子，差不多。然后呢，然后再把这个面给封掉。我们按住右击，选中有个工具叫 Close Polygon Hole， 就是把这个洞给填掉，点一下，然后鼠标移到上面来，发现它这里变成这个白色的感觉。然后你在鼠标左键点一下，你这个面就给封闭掉了。我们的这个闹钟的这个超级粗的外形就做好了。那我们做的这么像折角的结构是干什么呢？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个平滑细分，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瞬间就有那味儿了？所以布线对平滑细分特别重要。所以你开始这个布线，为什么选八角面呢？平滑细分的话，它可以把你八角面变成圆形，是吧？当然，你可以选择16角面也是可以的，但16角面有个麻烦地方就是说，它的线就太多了就不是最极简的情况所以我们做这个平滑细分就要考虑很多极简的情况。当然，可能会有朋友问，那我怎么才知道是最极简的情况？这个就得多练了闹钟只是给大家一个起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细致操作了。第一个细致操作就是卡边。我们的闹钟我们细分看一下，它的边基本上都被平滑掉了。可以看到，我们最终做好的这个闹钟它这里是有个厚度结构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闹钟平滑细分以后，就没有厚度了这个边缘。所以我们该怎么增加厚度结构呢？那么这个部分就要涉及到我们之前谈到的卡边我们选择这个物体，我们找到线工具，我们首先双击这条线，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在这条线周围两边这里画一条线，这里画一条线，才会把这个线的这个平滑范围给卡住。好，那我们右击用 Bevel 工具就可以了，点一下。那我 Bevel 工具如果你直接拖动的话呢，它会把我们的这个线进行平滑。现在它平滑是0，我们把改多点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它会自动的把我们的这个面给平滑掉，但是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最终的所有的平滑都是通过平滑细分来平滑的，而不是想让我们的倒角工具去平滑它。那我们还是撤回，我们选中我们的这个边，我们把这个 Bevel 的模式从 Chamfer 模式改成 Solid。当你改成 Solid 以后呢，这个改为0，
你无论怎么拖动的话，它是不会平滑的，而是只会跟你的这个线两边增加新的线。那么我们就给它一点点，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动啊，给它一点点这样的新的线的细分，稍微宽一点点，哎，这么多。我们可以打平滑细分看一下，哎，看到这个边是不是就被卡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边缘呢也要卡一下，双击它，用同样的这个 Bevel 工具，用 Solid 的模式 ，Solid 就是固体模式。然后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它拉扯一下，让它卡个边，好，再细分。你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闹钟的边缘就被卡住了。啊，我们平滑的区域只有这个很小的区域了，就不是整一个闹钟的这个把手了，是吧？当然，我们平滑细分的数值可以开高点，开成3，就更加看得更加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钟表面和我们的这个边缘连在一起了，而且是一个很平滑的这个曲线过来的。我们不想要这样子，我们也想要它是一个很硬的这种感觉。好，那么还是关闭平滑细分，我们在这个地方双击它啊，把这个线选中。我们右击还是选择 Bevel 工具，还是用这个 Solid 的模式啊。当你不小心输入了这个数值以后，它会自动的把你的细分效果应用上去，这个有点不太好啊。所以我们可以撤回，按住 Ctrl+Z。然后再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它，这样子就出来了我们的想要的细分的区域。我们把它稍微这个大小差不多，好，我们再细分看一下，看到下面这个边呢就被卡住了，就不像刚才那样子，这个边是连在一起的，平滑。好，我们闹钟的这一个差不多这个外形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步，就是说，因为在闹钟啊，我们想让它这个地方有一些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来的这一个。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构的有个这样子的非常酷的这个结构。那么结构该怎么制作呢？然后我们想在这个边缘这里加点小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右击选择切线工具，我们按住鼠标中键找到它的这个右视图。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挖一条线，然后挖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 Visible Overlay 的勾给去掉。那么去掉的话，它的这个线就会穿透性的切到你的背面如果你打上勾的话，它只会切到看到的区域，那么背后看不到的就不会切了，所以一定要去掉。然后它去切的话就会一起切。我们找到一个比较近的区域，按住 Shift 键拖动，拖，然后松开，然后按住 ESC 键确认。我们在这里就切了一条线，然后我们呢选择线模式，然后把 Soft Selection 去掉，双击它，在这里选择这条线，然后呢，我们右击，还是用 Bevel 工具，还是用 Solid， 我们按住鼠标左键不动，稍微拖出一个区域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内部区域把它挤压到里面去就好了。我们先选择内部的面，使用面工具，我们直接用 UL 这个循环选择工具，先选择这条线。再按住 Shift 键选择旁边这条线，把内部呢这个区域给选择中了。然后呢，我们右击使用挤压，我们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往内部挤深一点挤到里面。好的，然后我们再平滑细分看一下，是不是就有我们的这个结构了？但是这个结构呢还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卡角，其实它边缘呢就完全的曲面化进去了。我们需要卡一个角，使它这个边缘比较锐利卡角的办法是一样的选择这个线，找到线模式我们双击这一条线，右击选择 Bevel 工具，还是改成 Solid 的形式然后呢，当你改的时候，它会因为你这里设置了 Offset 的值，它会自动帮你倒角倒好了。但是你不需要的话，按住 Ctrl+Z 撤回，我们再按住鼠标左键稍微倒一下，这一点点数值。这个也是的，我们双击然后按鼠标左键不动，稍微倒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的边缘的这个线就被卡住了，对吧？好，这个感觉就有了，看一下，是不是就有一个很好看的这个外形了？我们的这个闹钟的外形呢就差不多建好了当然你可以整体进行调试，比如说我选择这一个物体，我们用这个缩放工具，可以整体稍微把它拉大一点。好的，我们的闹钟外形呢就这样建好了。那么这节课呢有很多操作，大家有可能看得有点头晕这个是正常的。等会儿呢我会安排一些操作的一些细节说明，那包括这些数值到底是什么用的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大家看了这一个教学以后，再看后面的那个说明，这样的能巩固大家的这个操作。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制作闹钟的其他的一些结构。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重点。首先，我们介绍了软选择。那么，在可编辑对象的情况下，用任何一种模式，点击下选择工具，把选择工具的软选择打开，然后再点选，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软选择。软选择的话是有一个范围的来选择你里面上面的点或者面或者线。那我们还介绍了挤出，我们在面模式下选中一个面，右击找到 Extrude， 然后我们在空白处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动它，这样就能挤出了。当然也能修改这边的值，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还介绍了切割工具，我们可以用点模式，我们右击找到Line Cut 当你在这里按住鼠标左键不动，然后松开，按 ESC 键确认，那么你这里就切了一条线出来。但是大家要注意，切割工具里有个 Visible Only， 当你把勾去掉以后，比如说我在这里切，那么它会切到这个物体的后面的物体，像这里也会跟着切。所以 Visible Only 勾去掉，它就会穿透性的切，勾打上的话只会切摄像机看到的部分。那么这里呢，我们还用了倒角的另外一种模式，我们选中一条线，我们右击找到 Bevel， 把 Bevel 的模式呢，它本身是 Chamfer 它会形成正确的倒角。如果我们把 Chamfer 模式改成 Solid， 那么它就会形成两条线，而中间不会进行倒角，这样的话呢，方便你进行卡边。最后呢，我们还介绍一个可以填洞的功能是现在有个洞，我想把这个洞给填上，我们在这里直接右击找到 Close Polygon Hole， 把这个洞给关闭掉，选中，然后鼠标移到这里，左击一下，那么这个洞就被填住了。那我们这节课呢，把我们的闹钟加一些其他的细节。首先呢，还是一样的，我们要另存为一份，我们还是点文件，我们点击增量保存。好，我们的闹钟就变成02了。那么首先我们要建模的是它的这个表盘的一个玻璃封面，是吧？这个里面是这样子的，画的有点挫然后呢，它外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玻璃盖子把它盖住，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先做这个玻璃盖子。那玻璃盖子的做法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首先选中我们的模型，把细分给关掉，然后我们用这个线模式看一下，然后呢我们选择面工具。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选择里面的面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整个面先选中出来，然后把它分离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它作为玻璃盖。那么怎么把这个整个面选出来呢？有个笨办法，就是说，你选中这一条面，按住 Shift 键，再选它，就这样子把这些它的这个表面的所有的面，全部按住 Shift 键同时选中。所以这个选法就会有个问题，就有时候你不小心就选到这个来了，但是这个面呢，它在这个边上的，它不是这个面上的，所以你就要小心，要多多看，要选中了这里，然后还有这个面，就这个整个的面就选中了这是第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怎么选呢？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UL 环形选择，那么它就会选择整个一环的面，比如说选它，选好了，一下就全部选中了，然后按住 Shift 键，选它，全部选好了。然后再选中间的就好了，但中间的话是无法使用环形选择的，因为它只有一个面，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选择工具，然后按住 Shift 键选择中间这个面，这样就很快，就整个都选中了。但是选中以后，我们就要介绍大家一个新的工具了，我们右击找到下面有个叫 Split 就是分离的意思，我们点一下，看到这里就新建出来了一份这样子的模型。那么这新建出来一份就是刚才我们选中的这个面分离出来了，我们移动一下看，对吧？分离出来这一个新的面出来了，那么这个就可以直接作为玻璃盖子，我们把它移到这里来，就变成我们的这个闹钟的盖子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命名叫闹钟盖子，把这个盖子呢先移出咱们的平滑细分这个组，因为平滑细分这个生成器呢，它只会作用一个模型，所以你放两个模型的话，它是不会有效果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闹钟盖子呢，我还得加一个平滑细分，把它丢到下面，那就变成一个圆形了。我们把这个勾打上，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盖子了？然后呢，我们把平滑细分两个都关掉。这盖子呢，其实是得有厚度的。我们选择物体模式，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薄片，没有厚度。我们该怎么加厚度呢？我们这里还是用挤出工具就可以了。我们按住面工具，按住 Ctrl 加 A 选出所有的面，是吧？然后呢，我们右击选择挤出 Extrude， 然后呢，我们直接按住不动，往外稍微拖一点就好了这样子往外稍微拖一点点。我为了大家方便观看呢，我把这个盖子先移出来，好吧？移出来，然后我们再用面工具
选出所有的面，用挤压稍微挤出一点点厚度，往外挤去一点点厚度。然后呢，我们再选择物体模式，我们再挪回去啊，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啊。那么刚才这个步骤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还原，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部分它遮挡住了我们的盖子，我们看不到我们盖子的这个背面。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隐藏掉我们这个背面呢？当然，你可以直接按住 Alt 键点一下这里，再点一下，那就消失掉了。这是一个笨办法，再点一下就出来。还有更加快的，你选择你的盖子，然后在这里找到 S， 这个 S 就是英文 Solo 的这个缩写。Solo 的话，大家玩这个 Dota 英雄联盟就知道，什么中单啊之类的，就是 Solo。好，然后 Solo 这个就是单独显示，你点一下，那么我们这个 CD 呢，它就单独显示了你刚才点 Solo 的这个模型，那就是闹钟盖子。那么这个模型就没有了。但放心啊，这一个模型不是消失了，它只是帮你隐藏了。那这样的话，你再去选正所有的面，再去挤出，你就看得到，你想要挤出的这个厚度了啊。然后再点一下这个 Solo Off，那就出来了。然后点一下 Solo，那我就显示它，点 Solo Off，然后就出来，是吧？这个还蛮好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读写关闭，把两个细分都打开。那么盖子呢也就这样子完成了，你可以简单的移动一下你盖子的位置，是吧？现在有点太出来了，你可以往里内部移动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盖子先隐藏掉我们就单独显示我们的这一个背面，我们用读显工具点一下盖子没有了。接下来要做的是闹钟的这一个指针的区域了啊。那么接下来就做这个闹钟指针的区域了，我们把这个平滑细分给关掉。那么这个内部的指针区域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使用一个圆柱把圆柱呢90度旋转，缩小一点，放到中间，作为那个指针的结构我们把这个圆柱因为我们是用平滑细分建模，对吧？所以圆柱它不要这么多线我们可以把这线稍微弄少一点我们这个线可以还是弄成8吧，8变形这个内部细分也不要这么多，差不多这样子，稍微搞短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内部它其实是凹下去的，我们把这个圆柱给 C 掉，我们用面工具选中它的这个表面 ，Shift，全部选中。让我们介绍大家一个新的工具，我们之前不是有个挤出吗？现在有个叫 Extrude Inner， 就是向内挤出，我们点一下。我们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在空白处往里面拖，它可以看到它在内部呢帮你挤出了一部分这样子的线条，挤出到这里差不多，松开。然后呢，我们再右击用 Extrude 挤压，把它往里面挤，往里面，那么它就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有内部结构的感觉，是吧？你还可以手动移动一下什么位置。我们把这个圆柱，我们加个平滑细分看一下，发现有个内部这样子的凹陷的区域还挺酷的，但是呢，它的边缘的平滑太猛了，我们需要卡角，我们把这个平滑细分关掉。那卡角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用线模式，按键盘 UL 选中要卡的这个边然后右击用这个 Bevel 改成 Solid 模式，是吧？然后 Ctrl 加 Z 撤回，我们手动的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在外边拖动加一点点卡角这个也是双击卡角。好，这是我们再平滑细分，看到它边缘就被我们卡得死死的了。但是这里的话，我们也需要卡角是一样的，点一下，选中这个里面的线，然后拉扯一点卡角，那么就一个很完美的这样子的有倒角感的结构就做好了。我可以把这个整个物体呢往里面稍微再挪一点。好，到时候呢，中间这个结构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指针了。指针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选择立方体，嵌一个立方体，然后把立方体呢缩小。好，这就是位移了，是吧？把它位移到这里，做短一点，拉长一点，然后压瘪一点，这个操作也是蛮基础。把它怼到这儿。我们可以缩小看一下长度，不够长放长一点。稍微再搞粗一点。
放这儿。好，然后呢，我们再建一个，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个，然后我们旋转一下，好，然后呢，我把它放这儿，稍微搞短一点，对吧？有长有短，这个再短一点吧。好，我们这个闹钟的这个时间也是这样子设置好了，也是蛮简单的。哎，当然你可以做的更细一点，比如说你这个闹钟它中间是个尖的，是吧？它这个地方是个尖的，那我们就可以用倒角工具，你先把这个地方给 C 掉，然后选择线，这里，右击选择 Bevel， 我们用 Chamfer 然后按住不动，拖动它，就变成一个圆弧了。当然细分的话，你可以改少一点，比如细分1，是吧？再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圆弧的感觉。好，或者你不要细分0，它就变成一个折线的感觉，都可以。我是用折线吧，觉得还可以。那么到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选中你的立方体，用选择工具 C 调它，然后用线条选中这2个线，按住 Shift 右击 Bevel， 稍微拉一下。好，我们还有一个秒的指针没有做，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就好了。我们选择移动工具，用物体模式选中这个物体，是吧？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一样的直接旋转就好了。因为我们这已经做倒角了，所以这就不要做倒角了。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时间这来。那么这个秒的指针呢，它是很细的，我们用这个缩放工具把它搞细一点就好了。让我把它拉长一点。那么这个呢，我们再搞短点。这个也是稍微弄短一点。好的，我们的钟的指针呢，也就这样子做好了还是非常快的。好，我们可以把我们做的这些东西都命上名吧，那么东西太多会搞晕。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指针。好，我们按住 Shift 选中所有指针，然后按住 Alt 加 G 键打组，我们把它叫指针。然后呢，这个就是指针的这一个盖子是吧？那就叫中心。还有我们这个闹钟外形，这些都命名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闹钟的盖子把它弄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独选 off 一下，关闭掉。好，盖子弄出来，我把这个也打开。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闹钟的2个铃铛了。我们这里使用一个胶囊的模型，把胶囊稍微缩小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胶囊移动一下，旋转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往里面移一点。这边走一点，好，再放大一点吧。接下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工具把它对称过去。我们这里点击一下变化细分的这个按钮，按住不动，找到 Symmetry 就是对称，然后把我们的这一个胶囊丢到它的子集，它就对称的一个新的过去了，这样蛮方便的。那我们只需要操纵一个胶囊，另外一个是同时的进行变化，是吧？操纵一个让它旋转一下这是非常方便。稍微再拉大一点，稍微再拉长一点，拉长的我们在这里拉 ，Object， 找到它的高度，把高度往上调高一点。好，然后呢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圆形，所以我们只要用8个线就好了。它默认是16，我们改成8，用极简的来做用8个。现在我们只需要上面这个部分，就像米奇的耳朵一样的，而下面这个部分是不需要的。我们该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把这个 C 掉，然后我们用线工具。那么线工具呢，我们就选一个范围来做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选这个范围，双击，那么我们就想把下面这部分全部删掉，那怎么操作呢？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U， 再按 F， 那么这个就改成了 Fill Selection。那么 Fill Selection 这个工具呢，它能选一个大的部分。现在我们刚才用这个线呢，选中了以后进行了一个区分，那么选择下面这部分，按住键盘上的第4键删掉，我们只有一个这个头，这个脑袋了。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得把它挤出一点厚度，是吧？现在就是一个薄片，我们选择
面工具，还是用这个 Field Selection， 就是 UF 然后选中所有的这一个面，我们右击选择 Extrude 挤出，然后呢，我们按住鼠标左右不动，在空白处拖动鼠标。好，拖的方向大家要注意，如果我们往里面拖的话，那效果就是错的啊，就变成这样子了。而我们想要的是往内部拖，拖出一点这样子的结构出来，是吧？好，我们使用点模式，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好了我们的厚度。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直接在这个上面加一个细分，看到它还是一样的。这个边缘的话，我们还需要卡一个角，现在它太圆滑了，我们把平滑细分关掉。那么卡角还是一样的，使用线模式，它已经自动帮我们选好了这一个刚才我们挤压的这个线了。如果没选好的话，你就双击，按住 Shift 键，再双击，两个同时选中，我们右击选择 Bevel 的这个模式呢改成 Solid。当你改的时候，因为你这里已经输入了 offset 值，你改了以后，它会瞬间帮你添加这个倒角，对吧？但是我们不需要 ，Ctrl 加 Z 撤回，我们在空白处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动，给它一点点倒角。好了，我们这时候再细分，这样就好了，我们这样的边就被卡住了。两个这个米奇脑袋呢，也就这样子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细化我们的铃铛，我们先把细分这个镜像都关掉，我们先看一下铃铛，我们选择铃铛，然后呢，记住，当你选择铃铛的时候，可能你之前已经选择了其他的线或者面。我们首先用面模式，在空白处单击一下，把所有的这些选择的面都清空。接下来我们只要选择这上面面就好了，按住 Shift 选择，好，选择好以后，接着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稍微拖拽出来一点啊，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拖拽。当然，如果你选择的时候发现你的坐标它变成这样子了，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按了这个世界坐标轴？按世界坐标轴的话，你上的所有物体都是以这个垂直方向的坐标的，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要把这个解锁。好，默认是这样子，按住 Ctrl 拖动出来一个小部分，然后呢，我们右击选择 Extrude Inner， 然后在空白处按鼠标左键拖动，我们向内挤压出一点点结构出来，然后我们用点模式选中中间这个点。我们还是用之前的 Soft Selection 软选择点开一下，看到软选择范围它变得这么大了，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这个范围在这个区域就好了。我们还是用 Circle 这个模式，把这个范围 Radius 把它缩小，12，我们先试一下，把它拉扯出来，变成这样子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你直接拉扯因为你的线不太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的线把它细分一下。我们这里该怎么细分呢？我把软选择先关掉，我们选择线条工具，然后呢，我们右击选择 Loop Cut 那么 Loop Cut 有个好处是说，它帮你切成的这一个面的这一个形状，是吧？我们可以在这里切一下，按住切一下，好，然后多切了几个面。这个时候我们再用点模式，然后选择中间这个点，我们再用这个软选择，这样拖动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圆形了，因为你的线多它形成的形状就会越明显。好，这个范围还要小一点，比如说11试一下，好，11差不多，就不要让它到这个区域了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有个结构在这里，是吧？这样把它拉出来一下，然后中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结构，我们这可以缩小看一下，稍微一点点就好了。好，我们这个时候再用这个细分看一下，但是这个时候细分的有点太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去卡角卡边。我们点一下这个模型，然后点一下选择工具，把这个软选择给关掉，然后我们用线模式，我们按键盘上的 UL 环境选择，我们在这里点一下，这个是要卡的边，按住 Shift 键，这个也是卡的边，再按住 Shift 键，这里也是要卡的边3个卡的边，然后右击找到 Bevel 改成 Solid 它又自动帮我们应用了，我们不需要按住 Ctrl 加 Z 撤回，在空白处按住鼠标左右不动，拖出一点点结构出来。好的，我们这时候再细分，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结构了，就拖出来一个小部分出来了，是吧？非常好看。然后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小铃铛，选择物体模式，我们点下缩放。我们缩放干嘛呢？我们想把这个小铃铛稍微拉扯一下，现在感觉有点太大了。那怎么拉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小铃铛的坐标轴它现在是在这个下面，如果我们拉扯的话，就会
效果是不对的，是以这个中心拉，而是我们想要中心是在这个上面。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小铃铛的坐标给归位在上面呢？有很笨的办法，你就选择这个坐标轴归位工具，按一下，然后点着移动工具，移动咱们的坐标轴到这上面来，移动到这里，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就好，然后再点击松开，我们不使用这个坐标轴工具，再用这个缩放工具稍微的拉一下，拉瘪一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建一个圆柱啊，使这两个东西连起来。那这个就好做了，我们新建一个圆柱啊，缩小，然后有个很快的办法，把这个圆柱移到这里去。那是什么办法呢？把圆柱直接作为咱们的这小铃铛的子集。然后呢，我们找到圆柱的坐标轴，把坐标轴这里全部归零，它就瞬间移动到这里来了。哦，是不是特别快？然后呢，我们稍微移下来一点就好了，稍微不让它这么粗，稍微细一点。然后我们再打开镜像，这个时候这边也有了，所以两边就都有了啊。这个粗细你可以自己设定，可以稍微再粗一点。当然，它里面的这些点 object 里面这个细分呢，可以改成8，是吧？因为它是个圆形，所以改成8就行了。好，这个也改成2就行了，不要这么多。好的，好，那么我们这个建模呢，就先告一段落。我们下节课呢，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建模上面的那一个区域。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成品。上面这个区域呢，长得是一个这样子，别看它很简单的样子，就是个圆柱。其实它讲的点，其实是咱们细分建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叫焊接啊。给大家看一下，焊接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之前有一个像那种不锈钢用那个电焊把它焊住的感觉啊，这个感觉的话需要很好的布线。下节课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布线了啊，所以也是建模里非常重要的，一节课也讲不完。好，那这节课呢就先做到这里，大家可以多多看一看，然后巩固一下里面的一些基本操作，然后我们再到下节课。好，那么看一下这节课所用的一些工具。那么首先用到一个叫分裂工具 Split。我们选择面模式，我们选中一个面，把这个面分裂出来的话，右击找到一个 split， 当你分裂出来以后，它就会新建一个新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挪开了，就把这个面就分裂出来了。那么这就是分裂的功能。好，我们还介绍读显模式。我们现在呢，刚才分裂出来多了一个模型。好，如果我想单独显示它的话，旁边点击这个 S Solo， 点一下单独显示它了，然后呢点它关闭这个 Solo 啊，就出来了，还挺方便的。Solo 关闭 Solo 啊，这是读显方式。我们还介绍了一个新的切割工具。我们之前切割的都是自己画线，那么这里可以沿着它的这个面来切。我们选择线模式，我们右击找到这个循环切割工具，可以看到它切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面来切了，点一下就切一下，点一下切一下，点一下切一下。那有朋友可能会问，我如何均匀的切呢？你这里随便点一下，然后呢它这里有个 number of cuts， 问你切几刀，你就可以切，切6刀，它就均匀的分开了，7刀均匀的分开，所以这个很方便的。好，那么这是循环切割工具。我们这里还介绍了向内挤压其实我们在硬面建模也用到了，我们这里再演示一遍点住面模式，右击找到 Extrude Inner 向内挤压，然后在空白处让鼠标左右不动，往内拖，那就向内挤出来一个跟周边的边类似的一个形状那么你挤出以后就可以再挤出了这挺方便的可以再向内挤出，右击，然后再往上挤出这样子一层层的玩了。好，那么这是向内挤出的工具。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上面这一个部分。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先观察一下最终的这个模型的样子。它是一个这样的十字架，那么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圈儿，还有上面这个结构，还有这个结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呢，我们就按那个大型把这个东西给制作出来。我们首先做个圆柱，我们使用线模式，圆柱拉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圆形，是吧？我把圆形放到这里，当你放的时候，建议正好放在它这个线这里放这里，再缩小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用扫描工具把这个圆形变成模型。好，我们按住这个挤压工具不动，找到 Sweep 我们这个在巧克力那节可以学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圆形丢下去，没有任何反应，我们还要新建另外一个图形，把这个圆形给扫描出来。我们点一下线条，我们使用多边形然后把多边形的这个数值先改成10，
然后再放到圆形的上方，哎，把圆形整体扫描出来。现在有点太粗了，我把这个粗细呢可能7吧，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边数一定记住改成8个边，都是8边形的。我们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做出，哎，这两个物体啊，有点像那个被焊接的感觉哦。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两个物体，哎 ，Ctrl 加 G 打组，我们使用这个平滑细分丢到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发现这两个物体呢还是分离的啊，这个东西感觉是分离的感觉，因为这两个物体本身就是单独的模型，所以它们是分开的。那我们可能有朋友就想到一个思路，说，哎，我们把两个物体变成一个模型，那会怎么样呢？好，我们把平滑细分关掉，变成一个物体呢，我们之前有一个工具大家也用了，就是布尔工具啊。布尔工具不是挖洞啊，我们就用布尔工具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我们使用布尔工具把两个物体呢丢到下面，然后我们再使用 A 联合 B， 然后我们再创建单一物体啊。那么这个物体呢就变成一个物体了。我们这个时候再丢到平滑细分下面看一下。哎，的确是变成单一个物体了，但是你平滑细分的时候发现这里很多这样子的接缝的错误啊，因为这个布线是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讨论一下如何合理的布线，使得它这个接缝看上去更像焊接的感觉。好，那我们这个问题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思考呢？我为大家新建一个文件，这个问题啊，我感觉得反推我们首先做个简单的焊接的一个局部，我们再反推过去。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平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平面使用线模式看一下，把这平面的这个细分不要这么多，改成6×6。好，用一个圆柱中间挖一个8边形的洞啊，跟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圆环是一样的。圆环我们是八边形对吧？我们就挖8边形的洞，改成8细分。好，然后呢，我随便偏移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圆柱也是比较偏移的。然后一定要记住，我们新建的这个圆柱体一定要在一个田字格里面，这个大田字格里面，待会标记一下，一定要是在这种大的田字格里面啊。然后我们使用布尔工具先挖个洞啊，两个丢进去。然后呢，我们选择创建单一物体，让我把它撕掉啊。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挖了洞的这一个物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些点把它整合一下啊，因为布线是需要去掉一些多余的点的，像这两个点多余了，对吧？有个点多余了，我们就选中这两个点，我们右击选择一个新工具叫 Weld 焊接，可以看到它的图标很有意思，两个点变成一个点是吧？点击一下，然后呢，它问你要焊接成哪个点？那我要焊接成这一个点，因为这个点是跟这个线是连起来的。那我在这个点上再点一下鼠标左键，哎，它就变到这个点来了。那么这里也是，我们要注意，当你使用焊接工具的时候，你是无法选择点的，所以你要改成选择工具，再选择两个点，再右击选择焊接工具，好，然后再焊接到咱们这个点上，鼠标左键点一下，哎，过来了。那么这里也是的，右击焊接，点到它，或者你按键盘上的1键，选这两个，再右击焊接到上面来。好，那么这个几个点做好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没有连线的点给连接起来。好，我们选择工具，我们右击选择切割工具。那么没有连线的点是这个点和这个点，把它连起来。好，ESC 键确认，这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确认，这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确认，这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确认。好，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其实是在这个田字格里挖了一个8边形的感觉。我们看到这形成的都是这样的4边面啊。所以这样的你再细分的话，就会形成非常好的接缝。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平滑细分呢，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啊，就像中间挖了一个洞一样的啊，而且周围的布线也很好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线工具、选择工具选择这一圈，然后我们按住 Ctrl 键挤压出我们刚才那个结构，就是我们这种焊接的这种结构。然后我们再平滑细分看一下，哎。看到我们这个结构就很完美的焊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面上面，好，当然细分再多一点就更完美了。好，那么大家可以反推，就是说我们要做出这个效果，那么它的布线的这个线其实得是一个这样子的，好，得是一个在田字格里面8边形的8个点要一一的连接到周围的这个田字格的这个线上面，一一的对应的连接上，这样的话。一个田字格包裹住这个区域，然后再细分，
这样它就会形成我们的焊接的感觉。好，这里我们就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因为我们是需要有思考的去移动这些物体的位置，所以用之前的之前的你可能就移动错了之类的，所以我们就重新做一遍。我们还是新建一个 cylinder， 然后呢，我们选择线宽模式，把它拉下来。好，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田字格。那么这个田字格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那你觉得田字格太大了没关系，我们后续可以划线把它封好。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细分做多点，比如说，稍微做多点细分24，那么田字格就变小了啊。所以看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圆圈，然后我们用扫描工具一样的，扫描出我们的环形7。然后呢，我们把 size 改成8，那个8边形嘛，是吧？刚才那个一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移到这个地方来，缩小一点，移下来。好，大家注意，我们这个8边形切割到我们的这个面的时候，一定要切割在我们的田字里面。这个田字，当你发现这里有点超出啊，你可以把这个稍微拉大一点，保证在这个田字里面。这个还可以再缩小一点。好，确定一下是不是在田字格里面，这个田字格。好的，在田字格里面以后，然后那么我们用布尔工具把两个联合在一起，选择 A 联合 B， 然后创建单一物体，我们把它 C 掉。好，那接下来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就是去处理这个点了，对吧？但是在处理之前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要处理，这边也有个要处理，那么两个要做2次的话就很麻烦。我们如果只想做好1次，把它复制过去呢，那怎么做呢？我们按住中键，我们把这边呢给删掉，然后呢，我们选择Leave Selection 工具，然后把这个 Only Select Visible Elements 把它给去掉，也就是说它会选择你背面的整个都会被选中，然后再按住不动，选择这样子的方形框选工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框选你的这一个线了。我们选择点模式，框选住这边，把这边删掉，把这里删掉，只留一半。那么之后呢，我们只需要用那个镜像工具把这边镜像过去就好了。好，所以就更加方便，只要不限一边的线就好了。好，我们回到原来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布线的第一点刚才一样的，先把这些点把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点工具，然后用选择工具选择这2个点，右击我们用 Weld 连到它这里。看这里是不是这里没有问题，这里也没有问题，这里有点问题。好，我用选择工具选择这2个点，右击焊接到它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点给它连起来，是吧？我们右击选择这个切工具，连起来 ，ESC 确认，连起来 ，ESC 确认。那这样就形成我们刚才那个结构了。这样我们再去细分看一下，是不是就一个很好的焊接就焊接上去了？我们把细分搞多一点，是吧？但这里要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细分的这一个面呢，它这条线跟这条线之间距离很短，所以它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有点点凸起的感觉，看到吗？这里有点凸起感。那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把上下2个地方卡个边就可以了。那么在卡边之前呢，我们把这个丢出去。我们首先把整体镜像过去，因为我们这个焊接已经做好了，焊接结构，我们选择镜像工具，把这个丢过去，先镜像过去。然后呢，我们选择镜像工具，把它 C 掉。那我们呢就形成我们还原成之前的结构了，但是我们这2边都是已经弄好了的这就特别好。然后呢，我们再选择工具，用线工具选择上面这一环的线，按住 Shift 键选择下面这一环的线，我们右击我们选择 Bevel 工具，然后改成 Solid 模式，按住在空白处拖动一下，给它一个倒角卡住它的上下2边。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平滑器细分，这样它就不会有刚才那个问题了。这样就非常完美的一个焊接就焊接上去了。
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做好了，大家可以反复的去练习一下，要记得从刚才我做的原理反推。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上面做一些结构，然后下面把它做一些结构。我们首先把这个平滑细分关闭，选择面模式，我们把上面这个面全部选中。有个很快的办法，你可以按住不动，选择 Leave Selection。当选择 Leave Selection 工具以后，它鼠标变成一个圈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选择你的东西。但选择时候要小心，这个 Only Select Visible Elements 这个勾要勾上，因为我们不想选到它背后的东西。所以我们按住鼠标不动，这样转一圈，上面的面就全部选中了。然后我们右击呢，选择 Extrude Inner， 在空白处拖拽，拖拽出一点结构出来。然后我们再右击挤出，往上挤出一点小结构，看结构行不行？稍微再下来一点，好。然后呢，我们选择线工具，我们选中上面这一环，我们右击选择 Bevel， 给它一个卡角卡一点角。好，这时候我们再细分看一下，上面就一个这样的结构了，但是下面这里我们也要卡角。选择线工具，选择下面这里，右击选择 Bevel， 拖动一下，开个角。好，再看一下。好，上面这个结构也就做好了。然后呢，我们还得在下面拉出一些这样子结构出来。我们选择这个物体，但注意了，下面的话它这个线有点奇怪，因为它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穿插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们选择面模式，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修复一下。怎么修复呢？我们使用我们之前学到的工具焊接，把这所有点全部焊接成一个点，那就还蛮酷的。你可以选择这个 Leave Selection 工具，这个勾一定要打上，我把这一点全部选中，选，全部选中。我们右击选择 Weird， 好，这样然后在中间这个点一点，全部焊接到中间这个点了，所以就变得很完美了。还是同样的，我们选择面模式，然后还是选择 Leave Selection， 把这个面一圈选中出来。我们右击还是 Extrude Inner， 好，拉出一个圆圈。好，这个圆圈的大小呢要小一点，差不多。让我们右击挤出，往下挤，好，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构。然后我们右击选择环形切割工具，我们这时候切一些结构出来，比如说在这里点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好，再点一下，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点一下，然后在下一个地方再点一下，我们等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挤出。让我们按住选择工具，选择面模式，然后 UL 环形选择，右击挤出个结构出来。好，下面这个也是 UL 环形选择，右击挤出，这个挤出稍微再大一点。好，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要卡角，是吧？选择线模式，双击 Shift 键选中 Shift 键选中双击，然后全部选中以后右击。我感觉我在练咒语这些基本操作可能大家都会了，因为之前做了很多遍。选择 Bevel 工具，改成 Solid， Ctrl 加 Z 撤回，我给它一点点卡边，这样我们再细分，是不是就形成这样卡边？但是这里我们也得卡边，也是这个老套路。线模式选中，按住 Shift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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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好了，右击卡边，来一点点。好，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这样子好看的结构了。下面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是插入到我们的闹钟里面的，这个看不见。当然，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下面这边也卡个边嘛，双击，来卡一点。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新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有根线穿过。我们首先呢，新建一个圆柱体，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又设计挖洞，这个节课挖洞蛮多，挖了一个这样的洞，搞了半天既然就挖个洞，还搞这半天，我们又看不见，为什么要这么挖呢？因为我们这是建模的必学知识即便你看不见，你逃掉了这节课，你后面如果入行在做相关的这个建模的时候，你逃不掉的，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建基础的东西就要打扎实。那么我们这里在哪里挖洞呢？我们还是缩小一点，我们选择找到这里。找到这个 segments 改成八边形，对吧？挖洞还是要变成圆的话，挖成八边形的洞，要挖就挖八边形的洞。好，旋转到这里，把这移上去。
我们试想一个这样的结构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里它会挖一个这样的洞，对吧？好的，把这个结构缩小一点。这个长度无所谓，等我们可以手动拉出来的。我们主要的想的地方是这块区域。好，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布线。好，按刚才的说法呢，我们这个布线最好是这个八边形在这个田字格里。现在问题来了，哎呀，我的老天，这个没有田字格，这可咋办？好，那么我先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挖洞的办法，又介绍另外一种挖洞办法了啊，新建。好，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平面，我们把它改成9×9的这样子的格子。我们这里呢就用田字格来焊接。那么田字格就是，那么这里我们有9宫格来焊接。我之前是用田字格的，那9宫格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格子，啊，它正好是个9宫格。当然，你也可以用田字格去焊接，用我们之前那个办法。这里又介绍一个新的办法，其实焊接的方式就是有多种的，给大家开个眼。好，这时我们再新建一个圆柱体，把它改成八边形。那么这个圆柱体改成八边形以后，要注意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旋转一下，让它的这个线与我们这个下线平行。现在是尖的，我们旋转一下，旋转多少度呢？旋转22.5度，也是45度的一半。那么这样旋转了以后，那么我这个线跟这个线是平行的，这个线跟这个线是平行的，这个线跟这个线是平行的啊。旋转好以后，我们再使用布尔工具给它挖个洞。键 B， 好，然后我们选择创建单一物体，把这个布尔给 C 掉。那接下来我们选择点工具，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说把这两个点给联合一下，把相关的点联合一下。那么联合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这个物体就联合到这个上面去，就保证八边形的大形不要变啊。如果你把八边形这个顶点结合到这上面的话，八边形的大形就变了。所以我们选择这两个点，右击联合。联合到这上面点一下，好，其他的点做同样的操作，这个点选中，联合，那么这个点连到这上面去，就一定保证八边形的这个外形不要改变，联合，这个点联合到上面去，然后联合这个点联合到上面去，好，这里选中联合。好，这里我就反正是些重复操作，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点连到这上面来，这个点选中，好的，好，这个点连到上面去，还有这个地方，所以就千万注意不要连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点连到上面去啊，不然的话你八边形，你看八边形形状就改了，所以需要把这个点到上面来，八边形形状就不会改啊。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一些这种操作。好，看到有这种结构以后。有这种结构以后，发现这些点还没有连的，好，那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再连一下。我们右击选择切割工具，把这个点连到这上面来，好，这个点连到这里来，把这个点，好，连到这里来，把这个点连到这里来，好，然后我们再用平滑细分看一下，这样也可以做出一个完美的圆圈出来，对吧？圆圈出来，这周围的布线方式稍微改变了一下，我们这样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拉出，选择，按住 Ctrl 也可以拉出我们的这样子的结构出来了，是一样的，朋友们，只是旋转了一下，用9宫格来方法做的。好，那么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一工程文件。好，回到我们最开始这个地方，好，我们还是重新来新建一个圆柱，选择线模式，把这个先把这个提出来。这个圆柱我们把它改成八边形，然后缩小一点，旋转90度到上面。好，可能太粗了，我们改细一点。好，差不多。我们这个时候做的时候要看，这个布线了。我们首先呢，把它旋转22.5度。把它横过来，对吧？看一下这个布线。好，现在这个线呢是有3条线穿插到了我们的这个八边形这里。我们这里用切割工具右击，我们选择点模式，右击选择环形切割，
我们这里先把这个区域给确认一下，这个区域点一下，下面这个区域点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还在这里再切一刀，就是它这个八边形的这一个边这个位置，切刀，然后这里切刀。好，接着呢，我们再连一下我们的线就好了。我们首先呢，把这两个物体用布尔工具联合，选择 A U 点 B， 然后创建单一物体，然后 C 掉。好，把它拿出来。我们选择点模式，用选择工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好操作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点联合在这里，然后用我们现在9宫格，大家看一下啊，是哪个9宫格呢？这个，但是这个不是9宫格了，它中间多了一格，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给消掉就好了啊。我们把这个线给去掉就好了，下面一个线去掉就好。好，我们首先把它做成9宫格的样子吧，以便大家能认知。把这个线不要，右击，我们选择 Dissolve， 先消掉，右击选择 Dissolve， 好，消掉后，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点把它连起来，我们这个点就连到这上面去，选择点模式，选这两个点，把它连到上面去，右击 Weld， 好，这个也是 Weld。连上面去，下面的 weld， 好，这是重复的操作。然后看这里有没有多，这点是不是有接缝啊？这个点也有点接缝，选择这两个点，右击把这个点连上去。看这里啊，这里也有，检查一下就好了。右击接上去。再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有接缝啊，这里有接缝，右击 weld， 好，下面右击 weld， 好，那我们现在这就形成一个9宫格的形状，用9宫格做好了这样子的接缝，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线连过来就好了，对吧？我们右击选择切割工具，把这个线连过来，这里也是。好，那么我们这个接缝结构呢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对比看一下。好，现在结构是一个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好，其实是一样的啊，看见吗？这里连这里，啊，对比看一下，只是我们这个呢，它可能宽一点啊。这个就窄一些，跟起来是个立方体，我这里就宽一点。我们再接着平滑细分看一下，哎，这样就把它接缝把它接好了，接缝把它接好了。好，那么这边呢，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操作把这边做好。那么这边的话，我就再重复操作一遍。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些线消掉，右击 Dissolve。然后把点联合在一起，这两个点 ，weld， 这两个点右击 weld， 这些小错误的点，这两个点联合在一起，这里也是联合，然后。这一个，这个连到上面去，这边也是，这个和这个连到上面去，右击 weld， 这里还有一些小错误，接缝的错误，好，右击 weld， 下面应该还有一个接缝错误，是的，右击 weld， 其实也蛮快的，知道原理以后，好的，我们这点全部连合好了。那么直接细分，哎，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物体呢，
就很好的连在上面去了。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哎，它这个范围可能太大了，你想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哦，范围缩小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可以用切割工具，然后把这里用那个卡线的步骤把它卡死，这些都要环形切割一下。当你不加这个步骤也是 OK 的。也可以卡一下，哎，这个时候我们再细分，哎，它的范围就很小了，看见吗？焊接范围就很小。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这么操作一下。这边的线还没连的，把这边线连一下。好，那我们再切割。哎，切好，我们这就把它锁死了。哎，锁死了。好，那么这两边的这一个焊接也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再给这两个边缘加点细节。我们把这个平滑细分关掉。我们首先选择面模式，我们选择这个选区工具。好，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中键，然后拖动它，这个选区就可以放大缩小。我们知道一个很小的区域的选区，然后把这个面全部选中。记住这个 Only Select Visible Elements 这勾要打上，不然它会选到后面去。不需要，我就选到这里，然后按住 Shift 键直接选中。两个都选中以后，我们用这个缩放工具拖动这一个轴，可以把它缩小。然后呢，我们右击选择 Extrude， 稍微挤出一个结构出来。好，当大家挤出这个结构以后呢，我们用选择工具按 L 环形选择，把这个面选中，按住 Shift 键把这些面也选中。好，然后呢，我们再右击，我们选择 Extrude， 稍微挤出一个这样子，哎，像这个塔状的这样结构啊，挤出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给个细分看一下，哎，就形成这样子的比较有趣的结构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一个东西做好以后呢，我们Ctrl 加 C 复制，然后我们按 V 键找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工程文件。现在我记了这么多，因为我做这么多测试，我们找到闹钟建模02，然后按 Ctrl 加 V 复制进来，可以看到，哎，它可能有点太大了，没关系，我们用缩放工具缩放一下就好了啊，缩放，哎，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里，缩小一点。闹钟的这个结构呢也就做好，当然你可以旋转一下，让它斜的插到上面都是可以的啊。这个结构的样子你就随便你发挥了，想插在什么地方插什么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做闹钟的两个腿，两个腿就很简单了。其实这个两个腿的做法呢，跟我们的木桌的腿有点像。我们这里再新建一个，那么腿呢，我们就使用立方体建模，立方体做一个，做长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 C 掉，我们用点模式，我们右击选择环形切割，我们这腿啊，把它大腿切出来，是吧？这里切出来以后，我们选择面模式，把下面这个面呢选中，然后用缩放工具缩一下，它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结构了。然后你也可以拉长一点，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直接给平滑细分，它就变成一个这个像瓦砾那个动画里的样的感觉。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就需要卡比较好的卡角。我们首先要选择我们需要卡的角，比如说用线工具双击这里，选中，右击选择倒角，把倒角改成 solid， 我们卡一点点，好，再细分看一下，好，这个区域就卡了一个角，还不错。上面这些区域也得卡角啊。这些区域，把这些线都选中吧，这些线选中，
那么这个卡的角的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用 bevel 稍微搞大一点，稍微搞大一点点。好，再卡角，比较好的这个圆弧的感觉。那上面这块我们再卡一个，上面这里我们再卡一个角。线都选中，有几 bevel， 这个是要小心的，这个卡的就会哇，是吧？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用面模式选择中间这个面，我们直接把它挤出，向内挤出，意思是 inner， 向内挤出一点结构。好，用线模式看一下，哎，它挤出一个这样子像卡角的感觉。我们再细分，哎，上面的角也被卡住了。那我们这个闹钟的腿也就做好了，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球，把这球放到腿的下方，缩小，放这，好，然后把这个球作为这个子集，然后我们这个闹钟的腿就做好了啊，这是非常快。我们腿呢按住 Ctrl 加 C， 然后到闹钟建模这里 ，Ctrl 加 V 复制进来，哇操，腿这么大，我们缩放一下。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直接再使用镜像，按住不动，选择 Symmetry 镜像，然后把它拖到下面来。我们选择下面的这个腿的这个物体，我就可以往这边拖一下，它就自动到那边去了。好，那么这个腿呢是一个，哎，是个这样子的，哎，有意思，像一个小腿一样的。我们使用实际的左表轴点一下，往后面推一下，好，再往上走一点。再往这边来一点，好，那么闹钟的这个模型呢，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闹钟呢其实是这样子，歪着躺着放的啊。像我们所有闹钟的模型做好了啊，是一个，里面很多细节操作。其实这个细节操作都是一些曲面建模的一些基础，我们可以全部选中 ，Ctrl 加 G， 然后叫闹钟哦。那么整个这个模型呢就做好了。哎，我们第一个这个曲面建模的模型，我们按住 Ctrl 加 S 保存。好，那下节课呢，我们就来讲一讲闹钟做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渲染出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画面出来。那我们回顾一下这节课所学的一些重点。我们首先学习了焊接工具。用焊接工具之前呢，必须要选中你要焊接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点，这个点，然后呢右击找到 weld 焊接，那么它问你焊接到哪个点上啊？你可以焊接到这个点，这个点或者这个沿路上的这个点都可以焊接，左击一下就焊接到上面去了。哎，左击一下焊接到这里来了，左击一下焊接到这里来了。所以你每次焊接的时候，必须要用选择工具选择你想要焊接的点，选中两个，右击 weld 焊接，焊接到上面去，左击一下焊接到上面来了。哎，这个是焊接的这个应用。我们这一课还着重讲解了平滑细分里的这个挖洞布线，比如说有第一种办法，田字格，你用一个八边形在这个田字格这里挖个洞。比如说你这个点一定要对齐好，然后呢再把这个点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每个面都形成了4边面，可以吗？4边面，4边面，1、2、3、4边面，然后再做平滑细分的话，就会形成非常好的细分的结果。看到细分的结果呢，它这里都是4边面啊，非常好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挤出来，这样就形成比较好的接缝了。还有一种是用9宫格的办法啊，你把这个八边形横着放在一个9宫格里面，然后呢再把这个点用焊接把它连起来啊。那么它就会形成1、2、3、4个4边面，但是还有4个5边面，然后呢再把这个线连起来，5边面的线连起来，这样的话再细分也是能形成比较好的这样的结构的。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把我们刚才建好的闹钟模型，把它做到成一个很好看的画面。当我们做画面呢，我们之前都得去找参考，可以看到这一大堆参考都是我们为设计这个整套基础课所找的参考。你们看到有这种软糖的参考，对吧？还有这种巧克力糖的参考，薯条各种参考我们都找了，然后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像我们做这个闹钟的场景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得去找参考，不是说让大家在基础的时候就开始有找参考的能力，因为找参考的能力呢，把参考合理组合在一起，这个能力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一开始可能是非常难的，所以一开始大家不做要求，只是我告诉大家有这个概念，做东西之前我们是要去找参考，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好，那么这次我们做闹钟的这一个场景，我们找什么样的参考呢？我们找到这样子的参考。好，这个参考的颜色呢非常好看，而且还有这样子的圆形的这样子的结构。那么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能否也做出类似的结构？但是我们这个放的东西呢，不是香水和这一个沙发，我们放的是闹钟。
颜色也比较类似。可以看到这一组设计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还有这样子的设计，都非常好看，非常极简。好，那么我们谈完参考以后，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CCD，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你刚才建好的这个闹钟模型，也可以使用我给大家提供好的闹钟模型。比如说，我们选择文件打开。那么我们在这个闹钟文件夹里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叫闹钟模型的文件，就是以便有些同学可能觉得建模很麻烦，直接跳过了，没有模型，那么就可以使用我给大家提供的模型。但是建模这个步骤大家一定要学会，因为你到后面的话不会建模是会吃亏的。那么这个闹钟模型我们载入进来，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使用这一个闹钟模型，我们选择文件，我们另存为，我们找到我们的项目文件夹，我们已经做了小零食桌子这个闹钟我们闹钟还建了这么多模型。我们把这一个我们叫做闹钟场景01，保存。好的，接下来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首先先设置一下画幅。那我们这个画幅呢，设置成1280乘以1920设成一个这样竖条条的。那么然后把这个渲染器的模式一定要改成 Pro Render。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新建一个摄像机，点进去，我们选择摄像机，把摄像机的这个焦距设置一个稍微长点的焦，比如说135或80，我们就设置135吧。这样它就没有什么畸变。我们把闹钟线放到画面中间。接下来我们再创建一个地面。我看一下，我把地面呢打大一点，稍微把地面旋转一下。然后我把摄像机稍微旋转一下，把画面旋转正一点。然后我们把移动的闹钟，把闹钟呢往上稍微移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些小的几何体，把它作为一个闹钟的一些装饰。几何体呢，我们首先新建一个圆柱体，把圆柱体放到中间，是吧？当你建这个圆柱体的时候，你可以把摄像机解锁解锁来建你可以这里稍微拉大一点。然后呢，按住 Ctrl 再往上拖出来一个圆柱体，把它再缩小一点，做出有一点这样的结构出来。然后把这个小的圆柱体呢，我们按住缩放工具稍微缩小一点，把它挪到旁边去。再进入摄像机看一下，闹钟呢，我们可以旋转一下，整体缩小一点，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台子上，这是我们的闹钟展示台，稍微再旋转一下，靠的这个把屁股靠上面。好，然后我们再用视觉坐标轴移动工具把它平移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闹钟要放到画面中间。好，接着我们再微调一下这个大小。好的，摄像机假设先定好，我们把摄像机锁一下，右击选择 Rigging Tags 有个 Protection， 上次我们用了，好，这样的话摄像机就锁死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建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新建一个立方体，把它解锁一下，把立方体呢放上面来一点，压扁，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圆柱，我们再用圆柱在上面挖个洞，放大一点，然后我们使用布尔工具这个大家都用很多了，布尔把两个物体呢丢到布尔里，然后反了，这么就给我们的这个立方体挖了个洞。但是要注意可以看到布尔工具它的坐标轴现在是在最下方，它不在这个上面，所以刚才那个操作大家要注意，我们重新再操作一遍，把它丢出来。那么该怎么操作让这个布尔的坐标轴正好也是在这个立方体上呢？我们首先选中立方体，我们按住这个不动。当你要放布尔的时候，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松开，那么你布尔的这个坐标轴跟这个方块坐标轴是同一个坐标轴了，而且还变为你的负极了。我们再把这个东西 Cylinder 放下面，正好我移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坐标轴了。好，我们再进入摄像机，把这个物体呢，把它竖着放。那么这个物体是怎么来的？就是通过刚才那个参考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物体，对吧？竖着放，可以放旁边来一点，放上面，稍微旋转一下，
可以再放大一点。旋转这个穿插到后面。好，其实这个场景布置就是左移右移啊，也是一个这样子，小一点。好，然后我们再建一些小物体在这边。其实我们这个画面的构图方式啊，也是蛮直接的。构图方式其实我们是按照一个三角形的方式来构图，是个三角形。大家不懂构图原理没关系，我这个得画出来。也就是说，我这边要摆一些物体，看到没有？我这里摆了一个这个物体。那么我这边现在是空的，我们这边也需要摆点物体，这样的画面才会稳定，对吧？我按三角形的方式构图，画面比较稳定。那么我这边也放点物体，那么这边放什么物体呢？我们放一个，也是圆柱，把这个圆柱呢压扁，压成一个圆饼。我们再把它竖过来90度，把它可以穿插到后面，再放大一点。好，可以稍微把它旋转一下，有点这种结构出来，是吧？我们再按 Ctrl 拖动出来一份新的，把这份新的呢缩小一点，把它放在下面，解锁摄像机，把这个往后挪一点。好，可以再小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圆柱啊，这里其实用一个物体就能做出很好看的东西。圆柱往后放到这里，它大一点点。再按 Ctrl 拖出一个新的圆柱，把这个圆柱呢稍微拉高一点，搞细一点点。那高的上面呢放什么呢？放个球。有个办法，如何把球瞬间放到这个位置呢？我们首先选中我们要放的这个位置，是吧？放到我们球是想放上面，我们选择这个模型，我们按住不动，选择球的时候按住 Shift 键，球就作为它的子集了。做子集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数值全都归零，它已经是0了啊，它就这个球就瞬间到你的物体这里来，我们只要移动一下就好了，把这个球缩小，放在这儿。这个搞细一点，整个呢再往这边挪一点，好，形成这样子三角的稳定结构。下面这个可以再搞长一点。好，然后呢，不是有个球吗？我们可以把这个球再复制出来，按住 Ctrl 拖动出来，然后把这个球呢可以移到下面来一点，移到前面地面上。使画面有点纵深，缩小一点。当然，这些几何体你可以换啊，不一定要用我这种。但是呢，因为大家是初学者，所以还是照着我的做会好一点。好，把这个再移偏点，因为现在太正了，没什么意思。我稍微偏一点点，让它有点这种随机的感觉。这也可以再旋转一下。好，我们再把它摄像机这个锁给删掉，我们再对一下摄像机，摄像机位置稍微再对一下。那么场景呢，这些内容差不多搭建好了，我们这样的可以按 Ctrl+S 保存一份。然后现在有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背景是空的，如果我们现在直接使用 ProRender 渲染，我想的是背景是无限的，就是说背景它是一个纯色，而不是一坨黑的，像这里是坨黑的。那么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地面就要重新做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地面我现在是做一条直的地面，对吧？如果我们的地面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现在地面是个直的，我们如果地面是一个弧的，那么这个上面的话就会有颜色，对吧？我们摄像机看到的就会看到有颜色的背面，就会看到像一个纯色的背景。我们所以要建一个这样弧形的地面，那怎么建呢？按住鼠标中键，我们找到它的测试图，测试图这里。我们首先用画笔工具选择钢笔工具，我们在这个前面，我们找一下哪个是前，哪个是后。这个是前面，因为我们前面有个球，对吧？
我们在这里按一下，点一下，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点一下，然后在这里点一下，其实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折线，做一个这样子 L 型的折线是不要太高，稍微有点高就行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折线了。如果我们直接使用挤出工具，选择这个第一个挤出，我们把这个线放在这里，然后我们选择物体挤出深度改多点，把下面这个平面关掉，1000还不够啊，就改成3000，然后再把这条线把它挪过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后面的话就有个墙挡住了，但这个墙呢，为什么要做成那个弧形的呢？因为这个墙这里有很强的接缝，先把这个挤出关掉。我们选择这个线的这个点，那么如何把这个点变成一个弧线呢？我们右击选择 chamfer 在那个 bevel 里面也出现过，对吧？其实就是把一个点变成个弧线的点，点一下，在空白处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动它，再拖，再拖，再拖。当你发现怎么拖都拖不出效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值调高，再调高，是吧？但不要太高了。我这里呢调成大概600的样子。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弧线了。我们这时候再挤出，就一个弧线的面板了。我们这样再看一下，是不是看不太出这个接缝呢？我们再简单渲染看一下，是不是感觉就是一体的了？背景就是一体的，没有那个很强的这一个背景纯黑的背景了，是一个很强的很好的这个纯色渐变过去了。所以用这个办法呢，就能做出纯色的这个背景出来。好，大家可以多多去练习一下这个办法。那么我们这个场景呢就这样子简单搭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增加一下这些物体的细分，现在还有点这种折线的感觉，我们一个得加细分，选择这个物体找到，那么这个细分呢，我们就把这个圆柱细分搞多点，比如说它的细分116改成1倍32，是吧？细分多点，还有这里也是的，改成32，看哪里还有没有需要细分的，这个细分还不够32， 64吧。然后现在整体的这个往下挪一点。好，我们 Ctrl 加 S 保存。我们这个场景呢就大致已经搭好了。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摄像机的一个构图功能，我们点下摄像机，摄像机里面有个叫 Composition 构图，它这里有不同的构图辅助线，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Grid。好，那么这就是9宫格的方式构图，可以看到我们的物体结构也很好的分布在了这些格子的区域。当然它这里面是没有这个三角形的构图的啊，用的最多的也是这种9宫格。大家构图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构图线来辅助大家构图，但是不做要求，只是告诉大家这里有个构图线可以打开关掉也是 OK 的。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重点。这节课呢有少许的美学上的知识。我们首先知道了一个三角形的构图，那么构图呢是比较稳定的。如果大家对构图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在 B 站直接搜索构图，就有很多相关的免费资料，大家可以相关的学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知道做成 L 型的这种地面啊，可以做出无限的背景出来啊，无接缝的。然后我们还学习了 chamfer 工具，把一个点呢，然后右击找到 chamfer， 然后拖动它，就能形成这样的圆弧的感觉出来。这是我们在做 L 型地面的时候有用到 chamfer， 在很多地方也会用到。好，那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好的网站，给大家吸取一些灵感。首先第一个 Pinterest。那么这是 Pinterest， 是全球最大的收集灵感的网站。可以看到它是以这种瀑布流的方式，非常快速的找到很多相关的图片。比如说你在上面找，比如说我喜欢霓虹灯，你就搜 neon 啊，这上面最好是搜英文啊 neon， 霓虹灯的英文，然后就搜出特别多关于霓虹灯的参考啊，这特别方便。比如说你喜欢它，你点击一下。那么它下方呢还会帮你找到跟这个图类似的图，所以这 Pinterest 强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不仅能帮你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而且呢还能帮你找到相似的哦。那么这 Pinterest 功能，然后是第二个 Behance， 是Adobe 旗下的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平台，看到就是非常多的设计师在这个平台上发作品，然后多少赞呀，多少看，有多少赞呀，多少观看数。比如说我随便点开一个都是质量比较高的啊，比如说点开这个，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设计师设计了什么样的作品也吸取不同的灵感，对吧？可以看到，而且它还有很多分类，大家可以在里面自己去研究。比如说点发现还特别多的分类它有根据软件分类，也有根据作品类型分类
还有这个是 Behance 的首页 ，Behance 作品精选，也就是说，当你的作品被选上为 Behance 首页的时候，那应该是认可是非常高的，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Behance 呢是以一个个项目发到上面的跟 Pinterest 就不太一样。Pinterest 呢它是散乱的图片，而且你可以关注对应的设计师，比如说你觉得他不错，你就点一下关注他就好了。那么你下次你的主页里呢，也会刷出他的作品出来。然后第三个 Vimeo， 第三个网站呢是 Vimeo 当你注册以后，你的界面就是这样子的。Vimeo 呢有个好处，它是非常厉害的视频创作者在上面发作品，比如说在动态设计里面，这个网站就用的特别多了，因为我们动态设计最终是做成视频了。然后这里可以观看你所有关注的人他喜欢的什么样的视频，所以这里面的视频呢反馈的种类特别多，有广告啊，有什么这里有特别多丰富的内容这是 Vimeo。 然后第四个 ArtStation， 那么这个呢就是 ArtStation， 可以看到它跟 Behance 的区别有个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说 ArtStation 更加专注于 CG， 更加专注于美术上的东西，让它的东西画的都特别的写实，然后人物结构也非常正确，然后都是非常硬核的。如果你对三维 CG 很感兴趣的话，那 ArtStation 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这前面三个网站呢，你都可以关注我，你就搜入交友就能找到我，然后可以看到我关注了些谁，我收藏一些什么作品，就能快速看到这些优质内容比你一个个找要快一点。好，那这节课呢，我们把我们的闹钟场景渲染出来那么还是要点文件，我们现在名字叫闹钟场景01，那么点文件直接点 Save Incremental 增量保存。好，那它变成闹钟场景02了，非常方便。首先我们做第一步还是点一下设置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把它改成 Pro Render 了这是一个大前提。然后呢，我们可以调出我们的这个渲染的板块左边就是我们的摄像机，右边呢我们可以这样自如的操控我们的摄像机的位置，还是蛮方便的。好，那么渲染的第一点呢，我们首先加入一个天空那么首先加入 Sky， 然后呢加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物体我们可以简单的命个名或者命一个区域。首先这个是闹钟是吧，然后这个地板删掉多余的删掉，然后看你有没有多余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是地面，把地面命下名 L 型地面。好，把这个地面也拖下来一点。好，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小东西我们可以不打组这样因为可以方便我们上材质，也可以方便我们移动。载入好天空以后，我们新建一个 PBR 的材质，我们丢到天空上。然后呢，我们还是用上一次我们用过的这个 HDR。我希望整节课都能用同一个 HDR 这个贴图能解决这个打光就好了。好，我们选择发光。我们还是用这个 backlight 我这里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们前面这些课全部用同一个 HDR 的发光的环境，因为这个发光的环境贴图它符合3点打光原则。3点打光原则其实是咱们打光里面最标准的一个打光原则，这样的话能很好的使你的画面的立体感把它呈现出来。这里有主光、辅光，还有环境的这些色散的光源特别好。双击一下，点示。好的，我们首先点一下这个Start Pro Render， 我们来看一下。然后现在呢，这个可能有点太暗了，我们先把它改成 1.5 先把它改亮一点。好，我们先把它关闭，等会我们还进行微调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是不是有接缝什么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微调，比如选中它，这里有些接缝往下挪一点可能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让它再复制出来一份，按住 Ctrl 然后把它缩小，做一点这种结构出来，往下做点这种结构，当然在下面来一点。那接下来一步呢，我们是先上闹钟的材质还是先上周围环境的材质呢？这个是都可以的。那我们先上闹钟的材质吧。好，那么首先上这个闹钟的话，我们得观察一下闹钟的不同的分区。闹钟呢有一些这种比较大的区域呢，我们就给它上比较像金属感的质感。然后这个内部呢，它可能有表面，这个是玻璃的，对吧？能看到里面，或者是那种透明塑料。然后这个表盘呢，可能要上一个那种指针1、2、3、4、5、6、7、8、90那个数字的材质那么首先我们一个来，不用急。我们首先给它的这个大型上一个比较金属的材质，我们新建一个节点材质，把这节点材质把它丢到这个屁股的大型这里，然后双击它。我们首先呢把这个闹钟改个颜色，
我们想做成这种稍微偏蓝色一点的闹钟，我们点一下这个材质，把颜色点开，我们调成一点偏蓝色一点的，稍微也是偏暗一点蓝色。不错，当你调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金属了，因为这个节点材质啊，它默认会给这个物体加这个上面有高光反射，它默认会给你加啊，所以它默认有点像金属。但是呢，我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看到这里有个 IOR preset， 那么 IOR 是什么意思呢？ IOR 是材质折射率的简写啊，不同的材质呢有不同的折射率的值。可以看到有机玻璃它是 1.49， 充气它是1。空气其实就是没有任何折射，光直接穿透的，所以是1，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金属的感觉。然后这个值啊，它会一一对应某一种材质。当然，大家会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每次做材质，我都会去像个科学家一样的去有个什么化学元素周期表去对应这些那个数值去看，那岂不是要死？好，这给大家简单的去用视觉的方法去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数值越高，这个物体就会越像金属，你就这么记就好了，数值越高，上面的折射率也越高，那么就会越像金属。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闹钟呢，它的这个 IOR 是多少呢？它现在这个值是 custom 就是自定义的意思。那这个数值是在哪里给你看呢？它有个小箭头藏到里面了，你点一下。好，它自定义呢是给了 1.5 的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呢看起来有点小了，我们给成3。3的话，你看到它会变得更加像金属。当然你还可以开更高，比如你开成8。哇，你从这里就能看出它会越来越像金属，是吧？我们用3就好了，因为想要它做成这种有点颜色的金属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它关闭。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铃铛啊，也把它做成像金属的质感。那么我们可以按住 Ctrl 拖出一份这一个材质，把这个材质呢上到我们铃铛上。那么这个铃铛的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个其他颜色，双击。我们点一下，颜色可以偏这种天蓝色的颜色，我们可以往这里稍微偏一点，亮度、饱和度也偏一点，我们把亮度调高，稍微这种亮蓝色，放这里。然后呢，我们这里不是有个腿吗？那么这个腿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给它上一个，这个颜色就好了，直接丢到这里。那么这一个区域我们上什么颜色呢？我们这个区域其实想把它上成那种纯的那种不锈钢的感觉，那不锈钢呢就是那种完全反射的感觉，没有任何颜色。那这个怎么做呢？我们这里还是新建一个节点材质，我把节点材质呢先把它丢到这个上面，丢到这个区域，我们双击。那么按照刚才的理论 ，IOR 数值越高，那么它就会越像金属。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值调高，比如说调成8。好，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这里这么白呢？不太像不锈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颜色改成纯黑。这样的话就是像那种不锈钢的感觉了啊。因为不锈钢的话，它表面是不会有这个颜色的，它是一种纯的这种反射，对吧？所以我们不需要把颜色给消掉，就改为纯黑，没有任何颜色，然后把反射值改成8，就数值它比较高的情况。好，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不锈钢的感觉了。那像这个铃铛的这个接缝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改成不锈钢。那么就是这个模型，也可以上成不锈钢。这也可以上一点。然后还有这个角，这个金属角，它这里有个圆形啊，大家看一下，有个圆形的区域，也可以上成不锈钢。这样的话，你画面的材质层次就会多一点。好，我们这种金属材质差不多上好以后，我们就上一个玻璃材质在这个面板上。我们可以新建节点材质，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软堂课说过了，双击它，怎么改呢？首先我们把这个 transparency 透明度的种类从 scattering 改成 refraction， 然后它就变成玻璃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的颜色改成纯白，是吧？我们再把这个玻璃上到我们的这个玻璃的区域。大家上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哎呀，这玩意怎么这么黑，是吧？这个还是要去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光线的深度，点一下设置，我们找到 preview， 那么它是3，对吧？我们把深度搞高一点啊，我们把这个最高改成1/12，我们可以只找到折射的深度，你把它改成1/12试一下，它就可以了啊。其实这些数值我在上一节课都改成1/12，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不想
就过多的解释这些深度到底是什么，你全部开高，你的画面渲染就肯定是真的。但是它其实每一个深度它都对应不同的这样的值，像这个深度它是对应的是漫射的深度，这个深度是对应上面的这个高光反射的深度，像这个深度呢，它就是对应的光穿透玻璃的深度、折射的深度。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只有这个折射在这里，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调成12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只调这一个，这个就有了的原因。好，12。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关掉。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个玻璃隐藏一下，点一下这个点，再点一下这个点。我们在预览窗口隐藏它，但是在渲染的时候还是有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上一个玻璃的表盘了。那玻璃表盘该怎么上呢？我们选中主体。如果我们直接丢一个材质到主体上，那么它就会替换掉我们主体的这一个金属材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把这个面给选择出来。我们选择主体，然后选择面模式。我们可以把这个平滑细分关掉，把这个面按住 Shift，把这中间这个面全部选中。好，选中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材质。那么这个材质呢，节点材质就是我们做表盘的材质。先把这个材质呢，直接丢到我们选中的这个面上面。好，可以看到，我们选中的这个区域就上成我们白色的区域了，但是周围的呢还是我们的金属。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就多出来一个小三角。那么小三角它就是对应你的选区，像这个小三角，它就是对应你这个面的这一个选区。好，可以看到它写的，你的选区名字叫 Polygon Selection 2，然后呢，你的这一个材质，它有个专门的选区的这个区域。也写的是 Polygon Selection 2，也就是说这个材质就上到了这一个选区上面，就不会上到全身，所以这也是选区的作用。好，当你上好了这一个材质以后，我们接下来就直接上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表盘材质就好了。我们直接点搜索，然后 Image 拖进来。好，我们点3个点，找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闹钟贴图，其实就是一个表盘，还有 Momento 的包装，是吧？好。双击，那把这表盘呢作为这个颜色输到我们颜色上。好，它输以后发现你表盘呀，它是一个稍微有点问题的这个 UV， 它 UV 的话没有完全排布到上面的情况的话，没关系，你就找到你上的这一个材质，然后呢，我们可以稍微拉伸一下，我们找一下这个 Tiles， 当然这个 Tiles 数值越低，那么它就能把它进行放大拉伸。我们现在要拉伸的是这个Y 的方向的，那我们就找到 Tiles V， 这个 V 就是 Vertical 垂直的方向的这个英文缩写。我们把0.1呢可以改成0.8试一下，哇，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稍微位移一下，位移到上面来。好，0.8可能还小，还不太小，改成0.7，再位移一下。就这样子对齐，6、9差不多。好，稍微一下。然后呢，我们感觉它的 x 方向也得稍微拉伸一下，那么改成0.9的样子啊，稍微再位移一下这个数值，让它完全的在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看这边，感觉上差不多对就可以了啊，感觉这样子差不多对就可以了。我们闹钟的这一个材质呢也就上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再上一下这个指针。那么指针呢可以上成这种，你也可以上成这种不锈钢的金属，你也可以上成黑一点的金属。我们就试一下不锈钢吧，快一点，直接把不锈钢呢放到我们的指针上面。但是会有个问题，如果你的不锈钢做的话，会有这种高光反射的话，它会变得特别的亮，所以是不想要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按住 Ctrl 把不锈钢这个材质拖出来。我们首先上到我们的这个指针上面，我们双击这个指针的不锈钢，我们把这个不锈钢的反射度我们找到 LR Preset 展开，把反射度稍微调低一点，比如说1.5，它就变得比较黑了就没那么高的反射了，这样觉得就不错。那么中间这个呢，我可以上成不锈钢的，中间这一个中间这个球把不锈钢上到上面去，
但这个因人而异了，你不喜欢不锈钢，你也可以上成黑的，都可以。闹钟的这个材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当然后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细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给我们的场景上颜色就好了。我们场景上颜色还是蛮简单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体场景是赋予了一个同样的蓝色。我们选的蓝色是这种比较淡雅的蓝色。为什么用淡一点的呢？这个也其实是个人喜好啊，你也可以用深的，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闹钟是比较深的这个颜色，所以我整个场景用淡一点的颜色，但就是跟这个颜色一样的蓝色的话，就让大家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闹钟是在什么位置，对吧？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深点颜色是比较强的对比。就假设我不喜欢这个淡颜色，我就喜欢深的，那没问题，你把这两个颜色对调一下，你把闹钟改成这种淡颜色。这里改成深颜色，周围物体也改成深颜色，让大家一眼能看到闹钟就行。等会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明白我这个配色的思路了。我们首先呢，把这一个颜色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我们首先把它上到我们的地面上，上的时候肯定就过曝了，因为这个是比较偏金属的。我们双击一下它，我们找到这个材质球，材质球下面呢还是一样的，找到 LR Preset， 我们改低一点，比如说改成 1.4， 稍微低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的 reference 缩小度改高一点，比如说改成50%，不要那么多反射啊，这反射就看不见，就更加磨砂一点。好，当你加了这一个有点反射的材质在你的地面上，可以发现这里特别亮，画面过曝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的旋转一下你的天空，选择天空，你可以简单的先转一下，让这画面先别过曝啊，简单你可以这样子简单的转。当然你可以直接复制我的数值是没问题的。好，假设我先把它转到这里，好吧，就是转个81度，先转一下，让这个颜色显示出来，别过曝。然后呢，我们再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那么这一个颜色呢，我们就把它上到我们这些小物件上。我们小物件呢，这里啊，都可以上我们的这一个颜色啊，其实还是蛮简单的。我们直接拖到上面就好了。这一个上一个这个蓝色，这一个上一个，这样拖就好了。为了场景颜色丰富度，我可以再建一个跟这个颜色一样的这样子的稍微反射度不那么高的材质。我们可以按住 Ctrl 拖动出这一个材质出来。我们双击它，我把这个材质呢的反射度 LR 也改成 1.4， 跟那个一样 ，reference 改成50。把这个材质就上到这些前面的这些小球啊，还有这些小球的小物体上面，直接按住它，拖动到上面，使你的画面有比较好的颜色层次，是吧？还有这个小球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布光了我们现在这个灯光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倾斜角度。我们现在简单的旋转一下灯光，旋转一下，旋转。那么这数值到底旋转成多少比较合适呢？好，那么我这个旋转找到的这个比较好的数值是这个数值是290度，然后下面这一个数值呢是-30度。这个数值的好处是能让光朝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来照到我们的物体，是朝一个这个方向照到我们的物体，并且呢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高亮的区域。然后还有明显的，这都是高亮区，都把它画出来，是吧？还有明显的阴影的区域，像这里，这样的话就很好的把我们的画面的立体感给照出来。当然，我也欢迎大家自己去尝试，到底旋转多少度，画面比较好看，你就自己这样子转就好了好，但是不想尝试的同学，你直接输入我给你的数值也是 OK 的。好，当我们调好以后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画面太爆了特别亮。我们找一下我们灯光。我们灯光点一下，那么灯光呢？我们先把这个归零，回到最开始的这个灯光的亮度。那么现在灯光我想做的就是把它的对比度提高。如果我们直接调曝光的话，比如说调成2，它整体的亮度都调高了。对比度调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暗的地方我让它变得特别暗，亮的地方让它变得特别亮，就是让它两极分化更严重。那么我们下面有2个值叫 black point 和 white point， 就是黑色的
区域和白色的区域，现在黑色区域为0，白色区域为1，也就是说它正好是0到1的一个完整的颜色的这个阶梯。假设我们把它黑色的地方这个改高 0.5， 可以看到它就把黑色地方给吃掉了哦，所以这样就增强了我们画面的对比度。我们这个数值呢，我经过测试呢，一般调成这里调成 0.8， 然后 white point 改成3，就吃掉很多这个它黑色的区域，然后把它的曝光呢，调成 2.2， 这样它对比度呢整体就调高了，可以看到。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些细致的优化。优化就是在于我们想把我们的这个金属现在感觉有点比较磨砂，我想把它做的不那么磨砂一点，让它显示的更清楚。我们就选中这个金属，找到它双击，把它的 roughness 数值改少一点，比如改成 5%， 那么金属就会越锐利，这反射就会越锐利哦。包括这个上面的也是，把这个反射度改成10%吧。还有这个不锈钢是吧？不锈钢的这个反射度在这里，不锈钢就改的更少一点 ，roughness 5%，看到这种比较锐利的感觉。然后呢，我把画面的这个 sample 调高，因为我电脑在同时录屏 sample 不能调太高了，我把它调高先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玻璃现在它这个反射度特别高，特别亮。我们点一下玻璃，我们找到玻璃这一个材质。那么怎么把这个反射度调低一点呢？玻璃的，现在它这个反射特别高，我们找到 IR preset， 把这个值调低，比如说 1.1， 让它反射度稍微小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里面的了，但是也有玻璃的结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给我们的画面增加细节，什么地方可以增加细节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些的材质。我们现在这个材质就是一个漫射材质，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把它变得更有趣呢？把它想做的有点通透的感觉。做通透的感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比如说选中这个材质。我们直接找到下面的 scattering， 就跟我们做软糖一样的，我们把 scattering strength 这个灯光散射的程度改高一点，比如改50%。那么它就会有这种，它就会是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颜色的小物件，这些物件找到它一样的，也改成50%，找到色散色散强度50%。整体的这么一番修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渲染了我们直接找到我们的渲染设置。在做渲染设置的时候，大家要小心，我们的 preview 的灯光深度是12，折射深度也是12，我们要把 offline 改成同样的值，它现在也是12。offline 它比较好，它正好一样的把你变过来了，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offline 跟 preview 两个数值是不是一致的。然后我们找到 offline 的这个迭代次数，现在是100，我们改成500。我们保存到 PNG 3个点。好，闹钟右击新建一个文件夹，闹钟渲染。那么这个叫闹钟渲染01，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键渲染就好了。当大家点击这个渲染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我先停止渲染，就是它这里会有一个黑色的接缝我再次声明一下，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渲染器的问题。渲染器本来就不好使但是为了教大家这个节点，所以没办法，要通过这个渲染器。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给修好呢？我们还是找到我们原来的这个物体，把这个物体的细分调高试一下，16我们改成32，把这个物体的细分都调高32。凡是你找到有黑边呢，把细分调高，细分调高以后，它这个就没有了。在最后呢，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L 型地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一个接缝，有条线在这里有很细的线，大家可以看不到。当大家然后用一下这个线框模式，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L 型地面，可以看到它的布线是这样子的，这个布线特别密，然后两边呢
就显得没有任何的线，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些这样子的接缝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选中 L 型地面，然后选择它的这2个点，按住 Shift 啊，你可以把它的这个点的模式从 Adaptive 改成 Uniform。那么 Uniform 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平均的意思。你点一下，整个线呢都平均的分布在了我们的这个面板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就能消掉我们的这一个接缝。可以看到接缝慢慢就没有了，对吧？是没有接缝的这个地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点渲染，对，看一下就是没有任何接缝的了。好，大家从刚才我这个习惯可以得到，就是说，你渲染的时候，然后可能再检查一下，发现有错误的，就停止渲染，再把它修改一下，然后再去渲染。可以看到我就渲染了好几份不一样的，这样子对比了一下。好，我们找到最后这一个，就如果你有多份的话，你就找最后这个，就是你最新的。我们这个时候还要进行后期，现在有点灰灰的，然后颜色也不太那么好看。我们点一下这个 filter， 找到使用后期。然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把这个 contrast 对比度调高20%，这样的话，感觉就对比度拉高。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面盘有点过曝了，我们可以返回把这个面盘的亮度稍微拉低一点，然后再渲染。当然，这个我就不再操作了，大家可以自己返回去，在材质上去进行调整。好，对比调高以后，我们把这个饱和度 saturation 也可以调高，比如说25%，颜色又整体变得好看多了。好。我们可以把伽马可以简单拉下，我们伽马可以稍微拉低一点，比如说0.9，对比度15，亮度呢稍微提高一点，7%吧。我们这样子切换看一下，我们然后呢可以把这个蓝色的区域往上面拖一点，让它画面变得稍微蓝一点。整体这个简单的后期呢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对比的看一下，看到就颜色上就变得更加的好看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小闹钟的场景就做好了，这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场景了。可以看到这个场景还是不完美的，怎么不完美呢？这里有个接缝，那么你可以返回去把这个高度移一下，把这个接缝消掉。还有这里有黑色的边，你可以回过去把这个细分调高然后呢，我们点击历史，我们可以右击把这个我们后期好的另存为 Use Filter， 我们保存到这个闹钟渲染，然后画一杠后期这里，那么图片就保存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朋友圈什么的，因为这个大小呢，正好其实是你的手机的这一个屏幕的大小然后你可以做一个手机的封面，对吧？好，那我们下节课呢，我给大家玩出更多的花样出来。如果我们就是利用我们做好的这一个场景，然后利用我们之前做好的桌子呀、软糖，看能否玩出更有趣的场景出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学的重点。我们首先介绍了3点打光的原则第一次说到这个概念，大家关于打光的更多知识，可以在 B 站直接搜索“理解灯光”，就很多类似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光是怎么运作的，有哪些打光手段，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审美。那么第二个我们还谈到了 IOR 呢，我们之前在前面的应变建模可以也谈到了，这里会更加详细的了解到IOR 这个数值它所对应的每个数值其实对应的某种物质，然后这个数值越高呢它的金属表面反射就越反射。好，我还介绍了这个光的深度，但是这个深度呢其实是每个深度对应不同的这个值的，像 diffuse depth 就是漫射的深度， glossy depth 就是它光滑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 refraction depth 折射的深度。所以根据你的画面需求，把对应的深度调高就行了，不是每个都调高，因为你每个调高的话，计算就很慢，所以只调高你画面需要的深度那么你计算就会稍微优化一点，会快一点。当然你分不清的话，你都调高吧也没什么影响，就是要等一会儿。还有我们知道这个 L 型地面如果你这个布线不均匀的话，它会形成这样子的接缝，这也是因为这个平滑的问题，因为你这线很密，所以它平滑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线条的模式把它改成 uniform， 那么的话它就会比较均衡的布线，这样的话你的 L 型地面就没有那么强的接缝了。